他们的强大能量对碰所产生的毁灭能量也瞬间消失不见。萧炎陷入了沉思，难道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他们三人利用神火、祖符、原始法身的3种神物力量对轰下所产生了光球内部的变化不成？然而就在他疑惑之间，一道无比特别的气息自萧炎的前方传了出来，萧炎也被一道气息所吸引，但这气息不是一股能量，而是一道花的芬芳气息。在这气息之中还有着隐隐散发出来的花仙之气，也就是这花仙之气使得萧炎体内的炎之一道变得更加的躁动起来，这也让萧炎感到匪夷所思，这气息为何让我有一种熟悉的味道？萧炎闻着这特别的花仙之气，缓缓地迈着步伐走在这白茫茫的空间中，在这白茫茫的空间中，时间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萧炎的漆黑瞳孔凝视着前方，也终于有了一道景象倒映他的瞳孔中，那里仿佛是一道人仙仙境一般，一座虚虚实实的山峰矗立那里，而且在那山峰之上有着巨大的瀑布飞流直下，最后落在下方巨大的水池中，同时溅起了无数道水花。望着那道瀑布所溅起的水花，萧炎的炎之一道竟是愈发的强烈，随后一道青光从水池底部冲天而起，并且带起无数奇异的花朵和花瓣随空飘逸，同时传来一道淡淡的花香，花香四溢，花仙之气更加的浓郁起来，引得萧炎都差点失了魂一般。在那青光之中，一道身姿美妙的倩影从中浮现而出，他轻步走来，他的出现如同清风拂过湖面，引起了一阵阵骚动，一身青色轻纱，头戴一顶精美纱帽，使得萧炎也只能迷迷糊糊的看到那绝美的精致轮廓，宛若云端行走。他的眸中闪烁着奇妙的道息，萧炎已经被那道青色轻纱的倩影所吸引，心中响起一道声音，这道倩影好像与之前在圣花殿所见时一模一样，她就是这次大道机缘录中的花仙子。也就是说，若能够与这位花仙子进行双修，将有机会领悟完整的炎之一道，突破大道主神的神境领域。随着这位花仙子的出现，周围的无数奇异的花朵竞相绽放，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香气，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双修而鼓劲。花瓣间露水晶莹，随风轻舞，似乎在诉说着花仙子与万界圣子的双修之路。花仙子静静的观望眼前对自己投来的那道令她有些触动的目光，她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波澜，心中更是暗流涌动，仿佛是遇见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相见过的老熟人。是他。花仙子心中一声嘀咕，望着那依旧没有多大变化的脸颊，他还是那个少年，只不过多了几分的成熟，这样也见证了当年那个少年的成长，同时让他有了更多的男人魅力。他知道接下来自己就要与这位他心中的那个少年进行双修，心中难免有些羞涩，共同领悟大道的真谛。花仙子，萧炎目光望去，仿佛穿越了时空，对方虽然那被一层轻纱遮盖，但依旧能够感觉出他身上传来的熟悉气息，而且这一道倩影也十分的熟悉，那也是他一生都无法忘记，只能记在心中的那一份美好的记忆。然而这一份美好的记忆似乎又要重新燃起了，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萧炎看着花仙子，轻声的开口道。听到萧炎那道声音时，花仙子的娇躯竟是微微的颤抖了一下，她抿着嘴唇，迟迟没有说话。但过了一会儿，一道打破萧炎那一段美好记忆壁障的声音，终于是从那花仙子的轻纱下缓缓的传荡而出。炎萧，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炎萧这个名字在萧炎的记忆中，那是属于他跟云芝的美好回忆。萧炎的身躯也不自觉的一颤，他不断的眨了眨眼皮子，然后有些激动的道：“你是云芝，你是云韵。”萧炎，是我。紧接着花仙子也直接果断的撩开了自己的轻纱，将自己的真面目展现了出来。而当萧炎看到花仙子那张绝美的熟悉面孔时，萧炎终于是有些破防了，他的身躯微颤，他与云韵的目光彼此的交汇，虽然没有说什么话，可是能够在彼此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有着说不完的感慨万千，说不完的爱恨情感。此时萧炎的心跳如鼓，曾经梦萦魂牵的身影此刻竟是真真实实的站在自己的眼前，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云韵的目光中有着惊讶，有着复杂，同时也有着释然，也有着不想放弃。两人身后传来那瀑布飞流直下的水流声，在这相遇的一刻被渲染的淋漓尽致，四周山峰上的花木扶疏，湖光山色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那道冲向天际之上的光束如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萧炎与云韵就这样静静的彼此对视，时间仿佛凝固，过往的岁月都在这一刻被重新点燃，而且曾经或许是那么的遥远，然而现在却是变得如此的近距离。或许是看出了彼此对世间的尴尬，他们脸上都是有着一丝红晕浮现，特别是云韵，她那绝美的容颜上如今带着花仙韵味，变得更加的美丽动人。不过很快，两人之间的紧张氛围逐渐变得柔和下来。云韵轻启朱唇，似是要说些什么，却被上空的一道光束给打断。那道光束之中散发出一股玄妙的能量，同时这片空间中竟是再次发生了变化。画面一转，刚刚还日照大地的光芒竟是瞬间不见，只留下无比寂静的夜。夜中可以清晰的听到那座山峰之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声。此时瀑布所溅起的水花中同样有了一股股玄妙的能量，这些能量在溅开之后
化为一道道常人无法理解的符文，开始朝着萧炎以及云云的身上飞掠而去。随着这些符文的入体，他们的身体内竟是发生了异变，特别是萧炎的炎之一道在体内开始灼热的暴动起来。这些是什么能量？为何能够引动我的体内的炎之道法？萧炎的目光从云云那绝美的脸颊上移开，看向了那身后的瀑布之中。萧炎，你怎么了？看到萧炎的脸色有些异样，云云轻声的询问道：我感觉自己体内的道法似乎受到了那瀑布的影响，总感觉体内很炙热。萧炎解释道。闻言，云云的目光则是看向了那道瀑布。他虽然不知道萧炎为何会有这样一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可能是所谓的双修有关萧炎运转自身的神力不断的压制着这股炙热的感觉，可是根本不起任何的作用。旋即，萧炎便是从那戒中拿出了一枚丹药，一口服下，有了丹药药效的加持，再配合自身强大的神力抵御之下，才暂时抵御住了体内道法与那处瀑布的共鸣。呼呼，萧炎喘着大口的呼吸，刚刚那微红的脸颊也恢复到了正常，然后再次看向云云那绝美的脸颊时，自己的心都加快了起来，这直接让他忍不住的咽了一下口水。我这是怎么了？为何会有那种想法？萧炎立马摇摇头，打消了刚刚那道想法，不能再这样胡思乱想。然后便对着云云开始问道：云云，你是怎么来这里的？还有小医仙，你有没有见到？小医仙也不在大千世界了吗？云云倒是有些惊讶，原本以为只有自己被带离了斗气大陆，没想到连小医仙都被其他人带走了。萧炎点点头道：对，我之前回去过一趟大千世界，可是那个时候听说你与小医仙都被神秘势力带走了，后来我也前往到了第一等级世界，一直寻找你们，可是却没有任何的消息，直到这一次万界圣子争夺战中，让我隐隐约约的找到了你的身影。果不其然，真的是你。讲到这里，萧炎自然非常的开心和激动，毕竟自己终于找到了云云，看到他没事，自然心也就放下了。听着萧炎这些年并没有忘记他，一直在寻找他的这些事情后，云云的心中似乎有了一丝温暖与开心。或许只有被自己喜欢的人这样关心惦记，也是一种幸福吧。在这特别的气氛中，二人相互对视着，然后一阵微风在他们的脸上吹过，云云那3000发丝飘动，仿佛在跳舞一般，而云云的目光紧紧盯着萧炎，她的瘦削脸颊依旧是那么的精致无比。或许也就在这一刻，在他心中对萧炎的情愫再一次的彻底萌发了。萧炎这两字在云云的内心深处响起，仿佛有诸多话语要说，可是现在的他还有资格吗？片刻之后，萧炎见云云有些异样，便是询问道：怎么了？听到萧炎的声音，云云这才回过神来，然后整理了自己内心的情绪后，开始回答道：小医仙可能与我同样的遭遇吧，希望他现在也是平安无事。萧炎点点头，同样在内心中祈祷着小医仙和云云一样，被一道强大的势力所收留，并且可以得到更多神之资源，提升自己的实力。如今萧炎探查到，云云体内的气息已经不是所谓的灵气和世界之气，而是神元之气。在云云被接走的这段时间里，应该在圣花殿中得到了资源，让他能够在这些时间中得以突破到了神奇境，这也是一种机缘。不过这种机缘恐怕也并非寻常，所以萧炎带着疑惑地问道：云云，你可以详细和我说一说当时你所发生的事情吗？云云点点头，便开始讲述起当时的一些事情。我之前在大千世界一处特别的花海中修炼时，当时我便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那些花海中散发而出，后面发现在花海宛如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一般，纷纷都朝着我弯曲。当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可很快那花海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开始舞动起来，并且散发出一种非常特殊的花香。在这些花香入鼻之后，我的整个体内都充斥着难以言喻的力量。我以为自己的实力修为在突破的门槛上，结果并不是，而是我的血脉在变化。说到这里，萧炎倒是对血脉产生了兴趣，当即疑惑道：血脉？没错，那特别的花香之气能够改变我的血脉力量。也就是发生了这一次改变之后，在那3日后，便是出现了一艘巨大的方舟撕裂空间。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随着方舟上落下无数花瓣，我便是出现在了那方舟之上。当时我还在懵懵的状态之下，被方舟的那些神秘人称呼为花仙子，他们说我是他们寻找很久拥有花仙子血脉的候选人。可是说来也奇怪，尽管当时我与那些人很陌生，可是在我的血脉感应下，却与他们又有着极其熟悉的感觉。萧炎越听越觉得云云的身份恐怕也并非在大千世界那么普通。后来我便与他们来到了圣花殿，在这里我有了诸多的神之资源，再加上我的血脉特殊，可以比常人更快地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而如今我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天位神，如果与万界圣子双修的话，那么不管是对哪一方都有机会获得领悟大道的机缘。当然如果我领悟成功的话，那么整个圣花殿都将会一跃而起。你修炼的也是圣花之道吗？萧炎问道。毕竟圣花殿的那些弟子好像修炼的都是关于花道的，而那圣花殿主前辈也是修炼圣花之道。然而云云则是摇摇头，否决了自己是修炼圣花之道。下一刻，一个陌生的道法名字则是传入了萧炎的耳朵中。我所修行的道法与店主大人他们都不同，因为我的血脉特殊，所修炼的乃是花仙之道。花仙之道？
萧炎对于这花仙之道所了解的信息很少，不过从云云所说，自己的血脉特殊，应该花仙之道比起圣花之道应该还要强大一些。没错，不过这花仙之道不是所有圣花店的人都可以修炼，包括店主大人也是一样，只有拥有特殊血脉的人才可以触及这花仙之道。一旦花仙之道修炼完成，那么我也就能够成为一位大道主神。讲到这里，云云也是将所有要说的都已经说完，这也让萧炎在吃惊的同时为云云感到高兴。